各位健康永驻的好朋友，早安，我是德昌。今天要聊的是非常重要，尤其如果您家中有长辈，或您自己已年满65岁，请一定看完，因为这直接关系到您的钱袋子。起因是我台北的朋友阿志伯伯，他紧张地告诉我，存折里突然多了一笔钱，担心是诈骗。我看了明细后笑了，这不是诈骗，是政府悄悄给您的孝亲红包。最让他意外的是，他完全没填表，没排队，没盖章，钱就自动入账了。您可能也疑惑，怎么可能有这种不用申请就直接发钱的好事？这正是我今天要说的重点。2024年后，台湾社会福利系统正进行一场数字化改革，推行主动式福利发放，政府主动找您，而非您去求政府。但问题在于资讯落差。如果您不了解门道，比如不符合某些隐藏条件，银行账户状态不对，或长期联系不上，这笔钱就可能擦肩而过，甚至因发放失败被收回。所以，请您泡杯茶，坐好。接下来我要彻底拆解这个隐藏福利，不仅讲它是什么，也说明其随物价调整的计算公式，更要告诉您最关键的一步，如何确保您的钱袋子稳稳接住这份温暖心意。首先，我们得来把一个大概念弄清楚。很多人一想到65岁以后的福利，脑子里冒出来的就是每个月固定领的那笔退休金，可能是您年轻时缴劳保换来的劳保年金，也可能是国民年金。这个没错，这是您年轻时候付出换来的保障，是您应得的。但是在台湾整个社会福利的大地图里，还有一块非常特别，有点像惊喜彩蛋的区域，我们一般把它叫做津贴与礼金。这好比什么呢？好比您每天吃的正餐是退休金，那这些津贴和礼金就是正餐之外额外送给您的小点心或者饭后甜点。退休金是您自己种树结的果子，而这些津贴礼金更多的是社会整体财富的一种再分配，是大家共同创造出的成果，回馈给为这个社会奉献过的长辈们。而在2025年之后的今天，这块福利地图里变化最大、最值得关注的就是针对65岁以上长辈的敬老礼金，以及因为全球通货膨胀而自动跟着水涨船高的年金差额。这也就是我们今天要说的隐藏红包的主要组成部分。那为什么我要说它是隐藏起来的呢？因为过去的发放方式和现在完全不同。比如说大家最熟悉的重阳节敬老礼金，或者某些县市过年时发的春节慰问金，以前是怎么发的？通常是靠里长、邻长拿着一个个红色的信封袋，挨家挨户的去敲门，亲手送到长辈手里。我相信很多老一辈的朋友都有这个记忆，可能那几天还得特意待在家里等着，或者带着身份证、印章走到里长办公室去排队领取现金。这种方式很有人情味，面对面还能寒暄几句，但它带来的问题也非常多。有的长辈那段时间刚好去外地的儿女家小住了，人不在户籍地，就这么错过了。有的长辈住在没有电梯的老式公寓的4楼、5楼，腿脚本来就不利索，为了领那1-2千块钱，还得上下爬楼梯，甚至曾经发生过老人家在领钱路上不慎跌倒的伤心事。更不用说身上带着大量现金四处奔波的里长们，自己也成了不法分子眼中目标的风险。正是为了从根本上解决这些问题，加上现在我们几乎全面进入了数字化的时代，所以从台北市、新北市到台中、高雄，各个县市政府都在全力推动一个政策，叫做汇款入户。这就是为什么我的老朋友阿志伯伯会觉得那笔钱来得莫名其妙，因为政府的电脑系统已经默默地把他的户籍资料和他过去留在政府部门的银行账号信息进行了比对和关联。只要系统判定他符合领取资格，等到发放时间一到，后台程序自动一运行，钱就直接汇进他的账户了，像设定好的闹钟一样准时。那么具体来说，这笔孝亲红包到底包括哪些钱，又有谁可以领到呢？我们得把这个红包分成几个层次来慢慢讲，因为不同年龄、不同居住县市，这个红包的厚度和内容确实是不一样的。我们先从最普遍，几乎各县市都有的敬老礼金说起，就拿人口最多的台北市和新北市来做例子吧。在2025年之后，
台北市恢复发放了重阳节的敬老礼金，而且这笔钱的发放方式变得非常聪明，非常灵活。对于65岁到98岁的长辈，金额通常定在1500块新台币。您可别觉得这1500块好像不多，您要这么想，这是一笔完全不需要您付出任何劳动，纯粹因为您达到了这个受人尊敬的年龄，社会就给您的祝福和回馈。而且对于99岁以上的百岁人瑞，这个数字会一下子跳升很多，通常是1万元起跳，甚至有些地方会给到2万元，外加1枚纪念金戒指，这是对长寿的特别敬意。这里的重点来了，我要再强调一次那个关键词，免申请。它是怎么做到的呢？靠的是大数据比对，只要在政府规定的发放资格审定日期之前，您的户籍是落在当地，并且有实际的居住事实，社会局的电脑系统就会自动去抓取您的资料。如果您之前因为领取过其他的社会补助，比如中低收入老人生活津贴，或者您之前为了领全民普发的那个6000元现金，已经提供过银行账号，那么政府的资料库里早就存好您的账号信息了。时间一到，系统就会自动打开通道，把钱汇进去，整个过程您完全不用操心。但是这整个过程里隐藏着一个最大的陷阱，也是我必须用力提醒各位的，那就是户籍地和实际居住地不一样的问题。我另一位观众朋友李阿姨，今年68岁，她的户籍一直留在台北市的大安区，那是一处很好的地段，但是因为她儿子在桃园买了房子，还生了小孙子，所以李阿姨这2年绝大部分时间都住在桃园，帮忙带孙子，享受天伦之乐。结果去年重阳节过后，她回台北老家，跟邻居聊天，发现左邻右舍的老伙伴们存折里都收到了那笔1500元的礼金，就她没有。李阿姨当时又纳闷又有点生气，觉得是不是自己被遗漏了，于是气冲冲地跑到区公所去问。结果承办人员很客气地调出资料告诉她，阿姨，不是不发给您，是因为我们在发放前的审查期间，通过一些方式，比如寄发确认通知信到户籍地，发现您的居住事实不太明确，寄去的信也没人收，导致系统暂时把您的发放状态给停了，汇款没有成功。这就引出了我们今天第一个核心的知识点，如何确保这个自动到账的功能不会半路失灵。并不是说您躺在家里什么都不用管，钱就一定会进来。由于用的是公共财政的钱，政府的免申请是建立在您的所有资讯都正确无误这个大前提下的。如果您的银行账户因为太久没有使用，被银行列为了禁止户，或者之前不幸卷入过诈骗案，账户被警方设为了警示账户，那么对不起，政府的钱是汇不进去的。一旦汇款失败，流程通常会转成通知您来领现金，这时候如果您的通讯地址又不准确，信寄不到您手上，那这笔钱拖久了，最终就真的可能被缴回公库，您就损失了。除了这种一次性的，像节日红包一样的礼金，还有一个更隐蔽，但长期来看金额可能更大的长期红包，那就是我们要谈的第二点，因为消费者物价指数上涨而自动调升的年金给付，这其实是更实质、更重要的孝亲红包。各位朋友可能不太清楚，不管是劳保老年年金还是国民年金，在设计的时候，法律里就白纸黑字写进了一个叫做抗通膨机制的条款。具体说，就是当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累计的成长率达到 5% 的时候，您每个月领的年金金额就会跟着一起调整上涨。在2024年、2025年这几年，全球通货膨胀都比较严重，台湾的物价指数也确实累积了一定的涨幅。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您每个月固定去领的那笔退休金，可能会在您完全没有察觉的情况下，自己偷偷长胖了。我举一个非常实际的例子来算给您听听。假设有一位陈伯伯，他是在2016年退休的，当时他开始领劳保年金，每个月是2万元整。这几年下来，台湾的消费者物价指数累计上涨了超过 7%， 早就跨过了 5% 的那个调整门槛。于是政府就会依法启动调整机制，这个调整完全不需要陈伯伯自己跑去劳保局填表申请，说报告，我觉得现在东西太贵了，钱不够用，请给我加点钱，不是这样的。
这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正式公布物价指数数据后，劳保局的后台电脑系统直接按照法律规定的公式进行换算，结果就是陈伯伯下个月去刷存折的时候，可能会惊讶地发现，原本固定的2万元变成了21400元左右，每个月多出了差不多1400块。您算算看，一个月1400，一年下来就是16800块，这难道不是一个超级实在的大红包吗？但这笔钱之所以被我称作隐藏福利，就是因为很多长辈根本没有仔细看存折明细的习惯，他们只知道每个月有个固定日子，钱会进来，用来支付每天的买菜钱、水电瓦斯费，剩下多少算多少。他们根本不知道这笔钱已经悄悄变多了，甚至有人发现数字不一样，第一反应不是高兴，而是担心，哎呀，是不是政府发错了？我多拿了会不会有问题？心里反而忐忑不安。所以我在这里要郑重建议各位长辈，还有家中有长辈的子女们，每年的年中、年底，或者特别留意政府新闻公布年金调整的时间点，一定要去刷一下存折，或者通过手机银行仔细对一下账。这多出来的每1块钱，都是国家法律明文规定，保障您购买力不缩水的抗通膨津贴，是您堂堂正正应得的权利，完全可以安心收下。说到这里，我们不得不深入探讨一个比较严肃，但和每位领取福利的长辈都息息相关的话题，那就是排富条款与资格被取消的风险。这也是很多长辈最容易忽略，一旦碰到就非常棘手的一个地雷区。政府发放这些福利红包，不管是敬老礼金还是各种生活津贴，通常都围绕一个核心原则，把资源用在最需要帮助的人身上。虽然像重阳敬老礼金这种东西，在一些县市已经取消了排富条款，变成了人人都有份的普发性福利，但是在很多其他的金额更高的长期补助项目中，比如中低收入老人生活津贴，那个审查门槛依然是严格存在的。我听说过一个让人挺心疼的真实案例，住在台中一位姓王的伯伯，今年72岁，本来每个月都能固定领到一笔几千块钱的生活津贴，这对收入不高的他来说是维持基本生活的重要补充。但是在2025年的时候，他老家祖传的一处老房子碰上了都市更新计划，那片土地的市场价值突然之间暴涨了好几倍。虽然房子还没开始拆，王伯伯1毛钱的拆迁补偿款都还没拿到手，可是在政府财政部门联网的财产总归户资料系统里，他名下登记的不动产价值，电脑一计算，已经瞬间超过了申请中低收入生活津贴的财产上限。结果就是那么毫无预兆的一天，王伯伯发现那个月该进账的生活津贴没有进来，他焦急地跑到社会局去问，承办人员也很无奈，打开电脑屏幕上的数据给他看，说：阿伯，真的不好意思，系统显示您现在的身价已经超过我们能补助的标准了，按照规定，您从下个月起就不符合领取资格了。王伯伯当时听完，眼泪都快掉下来了。他说：我是有那块地没错，但那地现在又不能当饭吃，我1分现钱都没拿到，以后的日子该怎么办啊？这个活生生的案例告诉我们，必须随时注意自己或者您父母名下财产的任何变动，可能对福利资格产生的巨大影响。很多时候，子女是出于一片孝心，过年过节给父母包了个大红包，直接汇进父母户头，或者为了让父母安心，把父母的名字加到了自己买的房子、股票投资账户上。这些行为的初衷绝对是好的，是想让父母过得更好、更有保障，但却可能在无意间意外地把父母原本符合的低收入或中低收入资格给挤掉了，导致每个月那份更稳定、更持久的政府津贴被取消，这就变成了我们常说的好心，却办了坏事。所以在您开始检查自己的账户，看有没有收到各种孝亲红包的同时，我也要强烈建议大家，不妨给自己或者帮父母做一个简单的资产总体检。如果您或您的父母主要的经济来源之一就是依赖政府的这些生活津贴，那么名下所拥有的动产，比如银行存款、股票、基金和不动产土地、房屋的总价值，就需要小心翼翼地控制在各县市政府每年公布的那条申请标准线以内。这条红线
每个县市的规定不一样，而且每年都可能根据经济情况做微调，这就需要您或者您的子女花点时间去当地的社会局或民政局官方网站上查一查，做做功课，心里有个数。接下来，我想和大家聊一个相对轻松，但也非常实用，常常被忽略的资讯。除了直接发现金到账户里，还有哪些看不到现金形态的钱，也算得上是这种自动到账的福利呢？到了2026年的今天，台湾各地发行的敬老卡或爱心卡功能已经强大扩展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程度。以前大家觉得敬老卡就是坐公车免费，坐捷运打折，省点交通费，但现在为了鼓励长辈们多走出家门，参与活动，保持健康，政府巧妙地把健康和社交也变成了可以变现的福利。比如在台中市，敬老爱心卡里的点数可以直接折抵去医院看病的挂号费部分负担，甚至可以用来搭乘特定的计程车队。这些钱虽然没有变成钞票直接汇进您的银行户头，但它实实在在为您省下了开销，就等于变相的把现金留在了您的口袋里。您想想看，现在去诊所或医院看一次病，挂号费加上部分负担，轻松就要100-200元。如果您有这张卡，柜台一刷，直接从卡里扣点数，这100-200元就省下来了，不就是您的钱吗？如果一个老人家一个月平均要看2次医生，一年下来就能省下好几千元。而且现在很多县市都在推行福利点数累积活动，比如您早上拿着敬老卡去公园的运动器材区刷卡签到，或者参加社区大学办的养生课程讲座，都能累积健康点数。这些点数攒到一定程度，就能去特定的超市、药妆店换购米、油、卫生纸等日常用品，或者直接折抵消费金额。这就是数字化、智慧化时代送给长辈的新型红包。它不再是硬邦邦的纸币，而是融入了您日常生活出行的每一个便利细节里。这一部分的福利往往也是免申请或一次申请，长期有效的。只要您那张敬老卡还在有效期内，政府或者合作单位可能就会定期把一些基础点数或优惠资格自动存入。但关键是，您得记得把卡带出门，得记得去用它，去靠卡累积。我见过很多节俭惯了的长辈，觉得这张卡很宝贵，生怕弄丢了，干脆把它锁在抽屉最里面，几乎不用。这其实非常可惜，等于是把政府送到手边的白花花的优惠和补助又给推出门了。聊到这里，我想特别针对那些子女不在身边，或者是一个人独居的长辈朋友们，提供一些非常具体的关于如何查账以及如何严防诈骗的建议。因为每次只要政府一宣布要发钱、发福利，那些诈骗集团的鼻子简直就像鲨鱼闻到血腥味一样，立刻就会围上来，想尽办法设局骗人。就在不久前，高雄的警察才刚破获了一个专门针对领取退休金长者的诈骗集团。他们的手法是怎样的呢？他们会大量发送手机短信，短信内容看起来非常正式，比如会写卫生福利部通知尊敬的长者，系统检测到您的敬老礼金发放失败，请于24小时内点击以下链接重新验证身份信息，否则您的领取资格将被永久取消。各位亲爱的长辈，还有关心长辈的子女们，请您们听我一句劝，把这句话牢牢地刻在脑子里。政府发放所有这些免申请的福利红包，绝对不会用手机短信的方式要求您点击任何链接，更不可能要求您去操作银行的 ATM 提款机。凡是自动到账的福利，它的整个逻辑就是单向的，政府主动把钱给您。如果在给钱的过程中有任何陌生人、任何短信、任何电话要求您说出银行账户密码，要求您提供手机收到的验证码，或者要您去 ATM 按照他的指令操作，那200%、1000%、2000%就是诈骗，不要有任何犹豫。那么，真正的正规的流程是怎样的呢？如果政府的汇款因为某些原因，比如我们前面说的账户问题真的失败了，区公所或者社会局的承办人员通常会寄发一封正式的纸质公文信函到您的户籍地址，那是一封实实在在的信，里面会写明原因，并且会附上承办人的姓名和办公室分机电话。您收到这封信之后，
也请不要直接拨打信上印的电话号码，因为骗子也可能伪造假公文。最保险的做法是自己上网查到这个区公所或社会局的总机电话号码，打过去，然后请总机帮忙转接到那个科室、那个分机进行确认，这才是万无一失的做法。那么，如果您现在听完了我的分享，心里痒痒的，想立刻确认一下自己或者家里长辈到底有没有领到这些该领的钱，具体该怎么做呢？我给您梳理一个简单的3步法。第一步，也是最根本的一步，去刷您的银行存折，这是最传统，但也是最直观、最有效的方法。请您一定不要只看余额增加了多少，要仔细看交易明细的摘要栏或者备注栏。通常政府的公款汇款摘要会写得比较清楚，比如可能是行政院发、北市社福、劳保年金、重阳礼金等等。如果您看到一笔进账摘要写得模糊不清，或者是什么没听过的公司行号名称，那您就要多留一个心眼，提高警惕了。第二步，学会善用智能手机里的官方工具。我知道很多长辈对手机复杂操作有点陌生，这时候就是在外工作的子女们展现贴心孝心的好机会了。您可以帮父母在手机上下载健保快易通 APP， 或者教会他们使用劳保局易化服务系统。在这些官方的系统里面，只要完成身份认证，就可以查询到所有政府发给您的给付记录，清清楚楚哪一年哪一月发了什么钱，金额多少，一目了然。这比带着存折跑去银行柜台刷本子要方便、快速得多，也更能保护隐私和安全。第三步，直接打电话咨询最专业的窗口。卫生福利部设立了一条免费的福利咨询专线，电话号码是1957。这条线每天早上8点开到晚上10点，都有经过专业培训的客服人员为您服务。您只要在电话里说明您所在的县市以及大致的情况，比如我想查询65岁以上老人有什么津贴，接线人员就能根据最新的政策告诉您最近有哪些福利正在发放，您大概符不符合资格。这是一个非常好用却很多人不知道的公共资源，一定要把它记下来，或者存进您父母的手机通讯录里。最后，让我们把话题重新拉回到孝亲这2个温暖的字眼上。为什么政府要费这么大功夫把这些福利政策包装得这么贴心，这么有温度？其实这背后反映了整个台湾社会步入高龄化之后一种集体的关怀和期盼。到了2026年，台湾已经正式迈入了超高龄社会，也就是说，每5个人里面就有1位是65岁以上的长辈。年轻一代的抚养负担越来越重，政府通过这种主动发放红包的形式，一方面当然是直接减轻长辈们日常生活的经济压力，希望他们不要因为钱的问题而烦恼，不要成为子女心中沉重的负担。另一方面，这也是在给予长辈一种社会的尊重和肯定。这笔钱虽然名字上叫做社会福利，但我更愿意把它理解成一种社会分红，是您过去几十年在这片土地上辛勤工作、努力纳税、积极参与建设所共同积累下来的成果。现在社会进步了，经济发展了，回馈一部分给您享受，所以领取这笔钱，您完全不需要觉得不好意思，更不需要觉得是在接受救济。不是的，这是您的权利，是您应得的一份带着荣耀的礼物。我的一位观众朋友之前给我留言，他说他父亲是一位退伍老兵，一辈子节俭惯了，政府发的每一笔津贴，哪怕是小小的礼金，他都舍不得花，全都一笔一笔存起来，说是要留给孙子将来上大学用。我听了很感动，但也请那位朋友转告他爸爸、伯伯，政府发给您的这份敬老金，初心就是希望您拿去对自己好一点，买点您爱吃的糕点，约上老战友、老朋友去茶馆喝杯好茶，聊聊往事，或者给自己添一件舒服体面的新衣服。您把自己照顾得开开心心、健健康康的，精神好，身体棒，减少病痛，这就是对子女最大的安慰，也是最棒的孝亲行为了。所以这笔隐藏的红包，它真正的价值可能不在于金额数字的大小，而在于它能给您换来多少安心，多少笑容，多少实实在在的生活品质改善。节目最后，德昌为大家整理一下今天聊的重点，方便记忆与行动。第一，从2025、2026年起，
65岁以上长辈的福利，如重阳礼金、生活津贴，多改为免申请，直接入账，更公平安全。第二，请检查常用银行账户状态，禁止户或警示账户会阻碍收款。长期住国外者，注意居住事实、认定规定，避免被自动排除。第三，劳保或国民年金含抗通膨机制，物价涨则退休金自动调高，无需申请，但请定期核对账目，确保正确。第四，严防诈骗，政府不会发短信让点链接领钱，任何让操作 ATM 的电话立刻挂断。第五，放心开心，善用资源，让晚年生活更精彩。想起公园里跳土风舞的阿姨们，福利进账后开心请客，这正是福利创造的小确幸。一杯豆浆，一阵欢笑，温暖日常。希望每位长辈都能稳稳接住这份福气。如有问题，欢迎影片下方留言。健康永驻频道是互助社群，大家可交流各地规定，互相提醒，确保权益。请分享这部影片，或许您的转发就能帮他人找回福利。祝愿大家身体健康，收得开心，用得欢喜。我们下期再见。